情况尚不明朗。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如今四处涌现的妖物都来源于西林。巨仙盟担心此事与万妖王有关，预先商量对策，因而发出了召集令。目前虽尚未出现大的变故，但此事宜早不宜迟。我打算明日便出发。你是大师姐，挑选几个合适的弟子，一同前往。师姐，我可以进来吗？我还以为有其他人在呢，原来只有你一个人啊！早知道我半个时辰前就来了。有件小事想请师姐帮忙。师父是不是要去清仙镇，还要你挑选随行的弟子？知道作为小师弟，我应该留守山门，但我有非去不可的理由，烦请师姐务必加上我的名字。理由有三：第一，此次参与聚仙盟大会，亦应日常支出皆由山门自备。我们成硕山向来清贫，怕是不足以应付。不过我符咒向来画得好，到时可以卖符补贴。第二嘛，我虽然入门晚，但在历年的比试中经常拔得头筹，带上我肯定有用。这最后一个嘛，只能师姐一个人知道。因为我舍不得跟师姐分开。哎，这怎么算离谱呢？我对师姐的心意从来没变过呀，是那师姐刚刚是故意逗我了。可我的3个理由都是实话呀，尤其是第3个，在你正式应许我之前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那时我身负重伤，失去记忆，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是师姐你把我捡回来的。300年了，过去的身份对我来说早已不重要了。我觉得当师姐一辈子的小师弟最好。
遵命，大师爷。我看着青仙镇妖气弥漫，恐怕那万妖王即将冲破封印。呸！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。现在不是300年前，世上再无重渊君一样的人物，能单凭气形成云交化海符打败万妖王。一旦他冲破封印逃出来，根本没有人可以对付他。哼，你以为我们不说，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吗？再说，当年要不是重渊君自负，非要以一己之力对战万妖王，提前与其开战，也不至于没有聚仙盟各位前辈的加持，无法彻底封印万妖王，留下这么一个烂摊子给我们。现在具体什么情况尚未可知，你别乱下定论，让人听到耻笑。师姐，你太小心了，这里连个影子都没有，谁会听到啊？还真让人听到了，有什么好不认同的？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？什么？这，我……两位道友，我师弟年纪小，口出狂言，对重渊君不敬，烦请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那此事就此结果，时辰不早了，我们就先告辞。师姐，没想到你这么维护重渊君。你难道不觉得他行事傲慢自负？师姐，你要是再夸下去，我可要吃醋喽。你看着哪儿有人啊？牵着手也可以打探呀，况且情况也了解的差不多了。哎，果然话不能乱说。恐怕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西林除了是万妖王的封印地以外，还是人妖两界的结界所在。若是万妖王冲破封印，那结界也会出现裂痕，到时无数妖物将会涌入人界。那就不仅仅是500年前的惨况再现，而是人界彻底沦为万妖王统治的炼狱。
你们没有受伤吧？哦，那便好。师傅，那现在情况如何？怕是不妙，这些异常极有可能与万妖王有关。为师打算应聚仙盟盟主蓬莱真人之邀，前去西林一探究竟。师傅，我同您一起去西林。此事非同小可，你若是去了，今后怕是不能如你所愿。徒儿明白。也罢。师姐，你们这些孩子都未经历过300年前的大战，不知前路凶险。那小师弟也没见过，您不也同意带他去了吗？对啊，三师弟说的没错，师傅不能因为小师弟厉害就带他一个人冒险。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但切记莫要逞强。多谢师傅成全。多谢师傅，我们一定不会添乱的。师姐，你还好吗？还记得以前我们在山门自创的吐纳法吗？试试看。好些了吗？那就好，师傅他们已经赶到前面了，我们要加快一点速度。老夫曾听家师说起过，人妖两界有结界分开，若是其被毁，妖界的妖物必会为祸人界。因而，凡是仙门弟子，一旦发现结界受损，定当竭尽全力，立即修复。难道当年重渊君提前与万妖王开战，是发现了结界所在，为防止妖物涌到人界，不得已而为之？可这么多年，为何从未有人发现人妖两界的结界在西林？当年万妖王据守西林，若非重渊君深入，恐怕也发现不了。只可惜他如今已经不在了，我们也不能问其当年的情况。没想
竟然这么快。没什么，我只是在检查封印，目前应该还能封住万妖王一段时日，眼下应以修复结界为先。不错，小兄弟很有眼力。为今之计，先以修复结界为主，此事不宜再拖。师姐，危险！你还要照看承寿门，还是我去吧？师姐，可我……援军，你不是他，但你会他的招式。哼，你是谁？这是云蛟化海符。才过去300年，你的法力跟之前比，倒是更差了。就连引以为傲的云蛟化海符，也只使出一个残符。是吗？但我觉得对付一个连实体都没有的万妖王，应该绰绰有余。牙尖嘴利。师姐，能帮我一个忙吗？帮我画一个瞬移符，等师傅他们修复完结界后，万妖王失去妖界支撑，虚影便会消散。但以我对他的了解，到时他绝不会坐以待毙，定会找我鱼死网破。这是最有效的法子。
师姐，你有没有受伤？对不起，刚刚被万妖王的虚影绊住了，让你担心了。师姐，你哭了。好。师姐，别担心，我以前受过更重的伤，这点不算什么。好，我不说了。不用，我自己调息就好，那样有损你的修为。师姐，不必担心，我有分寸。以前受的伤比现在重多了，都能侥幸活下来。这次只不过……记得。师姐，你进来怎么不敲门啊？不疼。我说不出口。我可以吗？不知道，以前好像从来没人跟我说过这些话。师姐说的是，那我以后都可以向师姐喊疼吗？不，我只跟你一个人说。对不起，我答应你不会再冒险了，这次就原谅我，好不好？
我保证。师姐，你不怪我隐瞒身份吗？别动，专心点。啊，看来应该是没事了。师姐，别担心，我会陪在你身边的。没想到那次我就露馅了，亏我还特意偷穿了师傅的衣服，免得被你发现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们朝夕相处100年，就算不用眼睛看，也知道身边的人是谁。不过，师姐那时候为何不来问我？只能是小师弟吗？确实，经过方才一战，我能感知到万妖王比我想象的更加强大。大师姐，小师弟，你们在房里吗？小师弟，你身体没事了吧？没事了，多谢小山师姐关心。那就好。虽然当时我不在现场，但听其他的道友说了，看不出来小师弟以前还是个大人物啊。小山师姐说笑了，我不是什么大人物，生平最大的理想就是当大师姐的赘婿嘛。不仅整个成硕山知道，就连山下王大婶家养的鹅都知道了。哦，对，巨仙盟的前辈们现在都在外面，他们送了好多灵药给小师弟治伤。我偷偷瞧过，那些都是成硕山难得一见的珍品。师傅就对他们说了一句话。景和现在是成硕山的弟子，不再是陆氏一族的重渊君，有什么事先找老夫。小山师姐，不得不说，你学的还挺像。可不是嘛，师门上下论谁学得师傅的精髓，我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。哎呀，大师姐，你知道我这方面慧根没法跟你和小师弟比，你就别取笑我了。师姐愿意陪我去吗？那就去吧。
反正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15。各位前辈，以前是我不太懂事，对各位多有冒犯。300年前，我提前与万妖王开战，也是受形势所迫，并非好大喜功，想要一个人独占功劳。崇渊君言重了，当年的事全是误会。误会解开就好了。不过有一件事，晚辈想要澄清一下。何事？崇渊君于我而言，已是前尘往事。如今，我只是承朔山门下的弟子。不管道友是崇渊君还是承朔山的弟子，既已身在仙门，便有义务对抗万妖王。我家大师姐说的对，以我目前的法力，确实不是万妖王的对手。哈哈哈哈哈！景和道友跟300年前确实大不相同了。若是在过去，你是断然不肯认输的。那是以前没有人告诉我，疼了累了就要说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就一直想着要赢。后来，有人告诉我，输了也不要紧，我便释然了。所以这一次对抗万妖王，恐怕需要各位道友齐心协力，方有胜算。这是造福百姓的大事，我们自然当仁不让。只是前辈们为了修复结界，已经伤了元气，怕是无法结阵对付万妖王。再加上如今瘴气已经蔓延开来，所有筑基期以下的弟子连客栈都出不去。唯一还能压制万妖王的，恐怕只有陆道友的云霄化海符。但以我目前的法力，只能再使用1次。你虽可用法术护身，但禁地瘴气遍布，进取亦是危险万分。此事交由为师来办。师姐，你们罢了，就依你吧。这条路虽然凶险万分，却也是如今折损最小的办法。好，既然大家没有异议，那我们来商议一下进攻的时间。此前我曾多次夜观星象，算出7日后，乃是300年来唯一的一次白虹贯日。届时，白色的长虹会穿过太阳，可削弱瘴气的影响，或可一试。好，那就定在7日后，到时我的法力也能恢复7、8成。速战速决，如此甚好。
师姐，抱歉，让你面临那么危险的局面。确实可靠。师姐，那日你跟师父说的那些话，好，我不问，只要师姐不反悔就好。这是我画的护身符咒，到时候怕顾不上你，希望它能护你周全。我们陆氏一族早年以画符起家，因为普通人很依赖符咒保平安，陆氏的符咒又十分灵验，不少达官贵人都会以高价求购，所以自我记事起，陆家的俗世产业十分繁荣。其实，我不太记得我的家人了。自从500年前万妖王为祸人界，我的族人陆陆续续都为此而牺牲。到我出生时，陆氏在修仙一途，已是没落。什么？长辈的认可与祝福？你是说？300年前我就失去了所有的亲人，现在你、师父还有程硕山的师兄师姐们，就是我的家人。我们的事，只需要得到他们的祝福。我都听师姐的。就再让我抱一会儿吧。师姐，我以为自己还要努力几百年，你才会答应我呢。哎，这怎么行啊？师姐之前说过，自己不是会反悔的人。师姐，你当初为什么要收留我？大战之后，有很多人像我一样被波及，为什么偏偏是我？家是什么？
好啊，那我怎么报答你呢？我身无长物，只能以身相许了。不可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师姐，我一定会遵守诺言的。这世上再也没有重元君，只有程硕山的小师弟。不说这些前尘往事了，最重要的是当下。我记得以前家里每逢有大事都会画符，比如说婚约也会有特定的婚符。每一对新人的婚符都不一样，若是师姐想看，我便专门为你画一张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永以为好的寓意是祝福新人永远相守在一起。这个嘛，婚符之上只要按下新人的手印，就算是礼成。师姐，要不要试试？师姐，你看，好，只是不知道还能不能赶上今年的第一场雪。接下来的路，为师不能陪你们一起了。为师知道，你们两个都是好孩子，这样的重担落在你们身上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师姐的。你这孩子，说的好像我特别偏心你大师姐似的。为师要你们两个都平安回来，记住了吗？徒儿谨遵师父教诲。去吧。你有没有听过一种妖术？一些大妖怪为了快速变强，会吸收小妖怪的妖力。
是万妖王，他冲破了封印。师姐，他来了。300年前我输给你的云霄化海符，今日倒要看看你还能不能赢我。为什么不使出你的云霄化海符？哼，现在还没必要。是吗？那这样，我知道了，师姐。你太弱了，我要是再用点力，恐怕就没命了。才300年未见，你怎么变得如此聒噪？师姐，师姐！师姐，你终于醒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万妖王已被封印，清仙镇的瘴气也都消失了。我？当时你把护身符给了我，我当然没事了。幸好你没事，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太好了。没关系的，不就是跟300年前一样，重新开始修炼吗？有了上一次的经验，这次应该会更快。师姐不用等我，尽管往前走，我一定会追上你的。
师姐，真的不需要担心。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？而且现在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，需要你来兑现。你看上面可是有你的手印，不能反悔。不用，这门亲事为师同意。为师夜观星象，3个月后的初8是个好日子，正好那时你的身体应该也恢复了，不如就定在那一天。谢师父成全。太好了，这可是成硕山300年来头一次办喜事，一定要风风光光操办。师姐，你不知道，小师弟把以前的家业都搬到了成硕山当聘礼，每天都有好多人慕名而来，购买平安符、仕途符、长寿符。现在我们可富裕了。没想到几百年过去了，陆氏符咒的销量还是那么好。对啊，最近成硕山的门槛都要被踏平了。所以，师姐，你只要当一个美丽幸福的新娘就好了，别的不用操心，交给我就好。哎，师姐，你好歹给我留点面子，不然我这个二师姐一点威慑力都没有了。终于只剩下我们2个人了。想到什么了？这么开心？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，但很确定，师姐穿上婚服，一定是全天下最美的人。我说的对不对？等到婚礼那天就揭晓了。师姐，你好漂亮。现在吉时还没到，再多让我看一会儿。以后是以后，今日是今日。师姐，我是不是没跟你说过婚服的作用？这只是它其中的一个作用。婚服既是祝福护佑，亦是责任和约束，代表从此夫妻一体同心。你能感知到我的一切，我也能感知到你的心绪。没错，将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另一个人，就是这套婚服的意义。师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只是走个过场，
本来应该是缔结婚符的时候问，但那时候我怕你拒绝，就……我也是，无论是今生还是来世，我都已经准备好，生生世世与你在一起。哎，盖头怎么到了小师弟头上了？那有什么关系？反正小师弟是要给大师姐当赘婿的。讲道理啊，盖头就该在他头上。文晨，你是怎么做到让你的话在无礼中又带了几分有礼？师姐，半月未见，可有想念我？别找了，我还在清仙镇，我用了陆氏独家的传影符，以水传影，纵使分隔两地，也如见面一般交流无碍。不过可惜啊，此符只能看，不能碰。不然，真想现在就抱抱你，这段时间可累坏我了。还好清仙镇剩下的妖物都处理干净了，附近的百姓也已妥善安置。哦，今日我还特意去了西林禁地查看，结界很牢固，你大可以放心。好了，正事都说完了，现在终于可以和你聊点私事了。一位道友告诉我，依照仙门风俗，新婚的道侣都会在婚后一起外出修行3年，既可以一路降妖除魔，造福百姓，又能增进彼此的感情，可谓一举两得。那师姐打算什么时候带我出门？等忙完这一阵就和我一起去。答应了不回答，便算是默认。太好了，虽说我们成婚已过了半年，却从未一起结伴出行。这次我定要与你一起踏遍山川河流，尝遍天下美食，看遍人间所有好风景。如此想来，3年似乎还不够。不过没关系，来日方长，我们还有无数个日夜相伴。那便这么说定了，等我回来，再好好商议此事。